也福大了。我是赵浩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我们想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陈以信主委、唐湘龙先生。好，那么昨天中共105周年的这个党庆，习近平讲话要坚决打击台独哦。那他说呢，解决台湾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反对外部干涉，美国不要来干涉，日本不要来干涉啊。7月1号，他们建党周年啊，凸显台湾有3个凸显：台湾军队青年。那对青年讲什么呢？说国内形势哦，要解决内部的政治、经济等问题，焦点都在青年。的确，因为大陆内部经济其实一直起不来，而且那个房价最后跌了30%到40%哈。那所以它内部的问题还是这个蛮大的了哈。那另外呢，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哦，那这个军队要这个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哦。然后呢，对台湾就刚刚讲的哦，那所以呢，他过去都是反对台独啦，遏制台独啦，挫败台独啦，现在突然要粉碎、要打击哦，所以说他这个语气跟以前比。加强很多啊、哦，那另外，因为他们昨天也通过一个开始执行了大陆民族团结法上路，所以赖清德说绝不接受中共统战黑手伸进台湾社会，因为就被认为他就常被管辖了啊，你本来管你国内就好，那么海外也管了，什么破坏团结什么你都要管啊、哦。那大陆的学者这个包成亨啊是说，哎呀，他说打击哦，其实只是打击赖清德啦，是针对赖清德了。但是对台湾同胞还是团结啦，并没有打击台湾同胞了哈。那2024年的时候呢，中共通过一个惩毒22条意见，就是呢，这个对台独顽固分子最终可以判死刑。2005年啊，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分裂国家法，已经21年了哈。当时就是说呢，如果用非和平的方法，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对于台独可以采取非和平方法，就可以用战争的方式了。哦，然后呢，必要措施反对分裂国家，实现国家统一，所以那是建立对台湾动武的法律依据。我要打你是因为你搞台独，所以呢，我就可以用非和平方法。那再来惩毒22条，到了2026年就昨天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说法律效益扩及境外，哦，所以被认为是常被管辖哦。那国台办说乱讲，我们没有模糊入罪。也没有非统即独的问题，因为最近大陆有一种讲法说，你只要不赞成，不是以前说这个反独重于促统，现在说不是，哦，说呢你就算是不台独，但是你没有说要统一，你就是台独，哦，你就是有罪，哦，所以呢，国台办说并没有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哦，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呢，这个成立一个这个各级的这个跨级的这个平台，要防止中国借着民主团结法跨境镇压，同时警告台湾同胞警告台湾人到大陆要小心，把你抓起来啊！那王毅跟卢比欧昨天通话，说呢对台湾问题要慎之又慎，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要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你的行动。那所以呢，说王毅跟美国这个卢比欧通电话，暗示川习2会9月。习近平去不去大陆？9月24号能不能成行？台湾将是关键变数。所以你如果对台湾还是这个想东想西哈，私下呢这个鼓励台独，小心习近平9月24号不到美国，不帮你川普这个其中就拉台了。我们看一下，中共7月1号举办建党105周年大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再度将台湾问题放进中共历史任务框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点名要打击台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习近平如今趁着建党大会再提到统一，引发关注。来，这个宏伟怎么看？
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说法，刚才特别讲说，他有3个主要的台湾青年还有军队。那其实在过去几年，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到底撑不撑得住哈。尤其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税大幅提高，而且呢，在之前其实欧盟算是非常跟美国合作的啊，也对中国采取了一个抵制的状况。那中国的经济到底能不能撑住？我觉得最近有一些数据看起来那中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也许你可以说它还在谷底，但是至少它没有再向下探底。不管是说当然它的消费它的消费他们还讲的还是非常卷的内卷的市场，消费仍然不振。但是呢，一些属于这个制造业的指数，像 PMI 那比如这个月的数字可能比上一个月少一点点，可是它都在这个50以上，所以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PMI 的指数，也就是说制造人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指数上面，看起来是持稳的。好，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它可能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当然，它还是要去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包含美中之间的贸易。在第一次的川习会里面，其实有关于台湾的谈话，它的这个比例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这个其实事后大家都有很多的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王毅跟卢比欧的谈话。那他又再度提到了台湾就是好像甚至有媒体报道，他甚至是用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一定要谨慎台湾的问题一定要谨慎，好像有点威胁说，如果你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那你9月份的川习会不一定会成型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现在很多人从第一次的川习会之后，大家的观察是什么呢？一样，中国仍然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但是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因为美中之间他们保持了比较多的一个对话，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针对的台湾问题，他并不会跟台湾谈。比如说，因为他现在跟台湾的执政党已经完全断绝所有的交流对话的平台跟机制嘛。因为现在连这个海峡论坛都把它称之为所谓的统战平台，连水果都不能够交易。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很显然的，中国要怎么样的去解决台湾的问题？要怎么样在全世界，他要怎么样去安排台湾的问题？显然，他现在他没有跟台湾谈，他跟谁谈？他跟美国人谈，他跟美国谈。所以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就常讲，就说我们担心台湾变成棋子，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棋子的角色是越来越被落实。因为不是美国把我们当棋子，连中国现在针对台湾的问题，它也是主要是跟美国谈。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未来，台湾能够就是自主的力量跟自主的成分是一直会下降的。至于就说这习大大说坚决反对台独等等之类，我某一个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像陆委会还是哪一个政府单位说这是旧调重弹，这个我同意啦，就是旧调重弹，只是在语气上有没有加重。但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台湾的棋子的角色越来越变成更为的这个明确，我们更难去操纵我们自己的一个脚步。香龙，因为王毅这次的通话，照官方说的时间呢是6月30。但是新闻到昨天晚上才出来，晚了一天，这个也很少见。不只是少见，在过去没有看到过。第二个就是这条新闻到现在为止，大陆说了算，美方没有任何的证实或者是否认，更没有内容。所以从头到尾，有关于王毅和 Rubio 通话的内容，以中方新华社的新闻稿为准。好，那这2点就很特别。第3个就是说，王毅的从中方的新闻稿的内容来看，我完全同意，里面充满了警告的味道。
那个警告已经接近，就是因为在新闻稿里面，王毅如果按照呢真的是他们的通话的内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叙事，王毅在强调就是说，中美两国领袖在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好不容易达成了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时呢是要呢指引中美关系未来3年的一个架构，同时希望呢长久能够在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走。但是如果碰到台湾问题，那你就得要慎之又慎。那个很有在警告，就是说，你美国未来在面对到两岸的时候，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你要跟大陆是要走这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或是你要选择台湾，2选1。那这个电话会让我觉得比较讶异，就是说，到底在5月份谈完了之后，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中方突然间呢，在这新闻稿当中，感觉上面片面的把姿态拉高2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新闻稿里面提到了，除了9月24号这个呢美国片面官宣的习近平访美的时间之外，同时呢，川普后面也讲了，他今年底还要到中国大陆，那就是深圳的 APEC。另外呢，今年底呢，在迈阿密还有呢 G20， 他几乎告诉你呢，正常情况下面，习近平也会参加呢 G20。所以中美两国领袖的互访，你想今年上半年，习近平离开北京啊，就要离开中国就一次。就到平壤而已啊，但是如果你算中美的互动，今年习近平年底就要飞美国飞2趟，飞1趟都很累啊，他要飞2趟，但是王毅似乎在告诉你，这些都有变数。那这个变数呢，就是你如何处理台湾。那什么时候我就想说，那最近到底什么事？你想来想去，就只有军购，因为大陆方面极端在乎军购，而你川普呢，在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军购的后面的140亿美金，它确实之后就无声无息，只有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参谋长出来呢讲了一个话，就是这件事情暂缓，把成绩压低，但是呢在动作上面呢就缓下来。可是在台湾的内部的感受不是，你看到呢，即使是川普呢跟习近平达成了一个好像呢有默契的共识，但是台湾方面会感觉到呢，美国的驻台的，就是 AIT 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对台湾的朝野政党不断的上螺丝，甚至于接受媒体的专访，3个版的媒体的专访，不断在对台湾施压，要落实，要增加呢军事的采购，以及呢防务部门的投资。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北京在警告这件事情。所以接下去呢，美国呢可能要认真的面对中方现在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对于台湾方面的军事，对于台湾方面的这些呢在军火的供应采购，如果仍然采取过去的标准，那就不要再谈建设性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稳定关系。这对美国来讲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中方对美国的态度，对于两岸已经开始进到了2选1的情况，这比呢刚刚在讲的所谓的民族团结法具体，而且呢影响大多了。那易信兄，卢比欧上次跟川普总统到北京去的时候啊，习近平跟川普总统要握手的时候，卢比欧在后面使个眼色，好像说之前被北京制裁啊名单啊，现在好像看来没事。上次到北京去这个北京给他开小门，这一次他就等于是开大门了啊。那这个事情等于过去。那我觉得就像刚才湘荣哥所讲的卢比欧跟王毅这次见面，很大的一个讯息是王毅似乎在透过这一次的会见。当然啦，2个外交高层见面一定是为了更高层下一次见面铺排，所以说等于是在为9月24号川普总统跟习近平可能再见面，再开条件，再做前面的咨商。那就像湘荣哥所讲的，有可能在军购的议题上面，希望美国不要玩花样，尤其现在在无人机相关的事件上面可以说大家都在
注目。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角度上面很有可能是如此。那回过头来再讲到刚才北京这边的民族团结法啊，其实你如果看他7月1号的中共讲话，你现在回过去看过去长期中共7月1号的讲话，它有一个脉络，从最开始其实是讲这个一国两制然后讲到和平统一，甚至然后到了胡锦涛时期，其实是以两岸和平发展为主。那直到习近平现在才改以9个共识，然后现在9个共识反对台独，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慢慢的有在降低他的武力的这个元素，然后现在也增加了合作的企图。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个9个共识上面虽然现在他们的民族团结法，我们看到他有在这个法律战这个路径上面等于是沿着刚才少康哥所讲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然后到惩毒22条，到现在民族团结法，它在法律的途径上面似乎又更上了一层楼那其实我是觉得在两岸关系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期待有利于两岸民生的话可以多说对两岸关系绝对有帮助，但是会让人警惕或者害怕的话少讲，其实也会对两岸关系有比较好的发展。当然现在跟军购有关，香龙讲的就2个嘛，一个就是川普接下来140亿美金要不要核准卖给台湾嘛，第二个就是无人机，最近讨论比较热烈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川普打新的空军1号川普说我非常骄傲新的空军很棒他坐飞机呢，这个飞到 North Dakota 出席罗斯福很早，我们不是有罗斯福路吗？前老总统罗斯福纪念的图书馆的活动，因为美国总统下来大概都会有一个纪念图书馆那另外呢，新空军1号是谁给他的？卡达给他的747-8豪华客机改装内装很漂亮内装也很棒里面呢这个金碧辉煌，你看金色内装，按摩椅都有，坐上去多舒服说呢有浓的奢华风。不过按摩椅我们家里也可以装，不一定要空军1号上去，可是里面一定布置。川普喜欢这种好大喜功嘛然后川普又点名台湾，说呢台积电同意在 Arizona 规模扩大1倍，增加1倍的这个投资那将来呢，等到他下台的2年以后，晶片在美国的市占率会提到50%在美国制造那因为说大概要再去投资1650亿美金，我们要答应他5000亿美金，记得吗？对，2500亿加2500亿对不对？所以呢要扩大1倍那另外呢，龚明鑫说台积电没有讲话沉默，他说还要台积电说话为准。目前台湾产能还是第一，现在是第一再过一阵还是不是第一那另外呢，经济学人说台湾可以用晶片当筹码，像伊朗的荷姆兹海峡一样。晶片为什么不用呢？他说川普口口声声说台湾是小偷，台湾小偷，台湾当然很气。他说其实赞美台湾赞美你，其实表示你的晶片这个的确是在全世界举足轻重，90%的高阶晶片都台湾生产的，所以我也觉得真的很骄傲。10年、20年前绝对没想到台湾有一天在晶片在全世界能够执牛耳，真的是不错那经济学人说用晶片让川普知道痛，他们的讲法是川普知道痛才会尊敬你，他如果不知道痛就不会尊敬你。我们看一下。全新的美国空军1号亮相，就是先前卡达赠送的豪华专机，经过波音公司5个月改装后，全面升级安全性能与机上配备，迎接川普搭乘首航。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So we're very proud of this. The country is very proud of it. 新的空军1号外观也变了，由前第一夫人贾桂林设计的浅蓝色涂装被取代，变成深色海军蓝，红条纹贯穿白色机身。Definitely more in line with what you'd expect to see from the president,
who, and maybe not coincidentally, looks very much like the private jet that Trump has flown on for several years now. 川普不只获得价值数亿美元的新飞机，个人家族资产也暴增。纽时揭露，川普重返白宫后的第1年，至少进账22亿美元，约700亿台币，其中过半来自家族加密货币事业，也引发利益冲突的质疑。股市上涨的一大主因就是 AI 科技。川普在福斯专访中再度谈到台积电，称亚利桑那州建厂规模已决定扩大1倍，更大胆预测，若顺利推进，在多座晶圆厂陆续启用之后，等他卸任时，美国有机会拿下全球50%的晶片市场。蓝轩。我补充一下，刚才在讲到那个川普那件事情，不是讲到中国跟这个警告王毅警告这个他们的国务卿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比较近的事情就是 AIT 的古立言，还有呢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戴桑布雷。他们都有讲到过说有关于军售延迟这件事情，他们对台湾解释书根本没有延迟，目前继续在讨论当中，而且我们的军售完完全全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话是惹毛了中国大陆了。我想做个补充，那事实上就跟我们大家分析的一样，就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对于台湾的军售是非常非常在意的。美国就在玩台湾牌，美国呢就在玩军售牌。所以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川普，事实上为什么《经济学人》杂志觉得台湾应该可以玩晶片牌？我觉得事实上现在在目前看来每天的新闻这个样子，但背后的话呢都有大国博弈。那所以的对中国大陆对中美来说的话，美国现在玩的台湾牌，但是中国非常知道，所以他现在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跟我继续交往的话，你未来在连续的2次的重要的一些国际场合当中，你想要我去你美国的话，那请你这个部分给我看赞美结果节制一点。那我想这部分的警告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川普有点受制于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不一样的战略思考？我觉得这是《经济学人》杂志这一次的文章当中特别提到的，因为他讲到的确实是一个现实啊。在过去的这个川普的任内的1年多里面，你看到这个卡达送他飞机，那当然卡达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能需要美国去帮他去处理。那反过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有求于美国的话，你以为对他呢予取予求，然后呢卑躬屈膝，然后的话呢低头甚至下跪，他就会对你好一点吗？现实当中是不会啊。你看日本对于这个高市早苗对于川普多谄媚，他要修理你什么珍珠港的事情，他要修理一些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一样修理你啊。你说他对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还送他一个皇冠呢，结果他在讲到朝鲜半岛事情的时候，他一样这个就事论事啊。你更不用讲说这个欧盟北约的吕特还叫他 daddy， 叫了 daddy 半天，他怎么样骂欧盟？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以来，你用谄媚的方式给他戴高帽子的方式，川普是认为理所当然。他也没有说不开心，他很开心。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关税给你好一点吗？没辙。军售给你好一点吗？没辙。但反过来说，伊朗给他吃排头，中国给他吃排头。在这个中国的话呢，在关税期间清楚的不得了，他就是悍然拒绝，然后拿稀土卡你，然后呢，川普就摸摸鼻子，所以呢就跟他谈了，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伊朗也是一样啊，你拼命打，打到最后我掐你的这个荷姆兹海峡脖子，然后呢你也只好跟他去谈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学人》杂志谈的这2点，事实上看得出来，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你对他这个卑躬屈膝，他认为应该，但你给他有点苦头吃，让他知道你有能力，未必要做。但你有能力的话，对你就稍微尊敬一点。那这个是《经济学人》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台湾非常有筹码。就我们明明有可以去卡这个美国脖子，他对你就是确实是非常的需求啊。这个他3番2次谈到台湾，他3番2次需要台湾的台积电去那个地方，他希望他卸任之前有一个50%的产能能够在亚利桑那州能够诞生，而且他希望是一个先进的晶片。那所以对台湾来说，太有这个底气了，太有这个筹码在手上。问重点在于我们不敢。重点在于我们不敢所以我觉得对《经济学人》杂志，不过它很好玩他里面也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对台湾来说，如果我们的决策圈要讨论这件事情是存在高风险的。他也说你一谈的话呢，因为你可能认为美国终究要保护你，如果说你有安全危险的时候，他要保护你，所以你谈这个东西，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会不高兴，他就不保护你了。但是我问题是在于说，他没有要保护我们啊。重点是目前川普没有要保护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不敢啊。
他跟你玩你就跟他玩嘛，他跟中国玩台湾牌，他跟中国玩军售牌，那我们不能跟他玩晶片牌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整个来看起来，如果你真的去看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难得的，就像刚刚赵先生讲到，我们的晶片、我们的半导体实在是太优秀了，优秀到说目前的话的整个供应链对台湾来说真的是缺台湾不可。更何况他现在不只是晶片在那边要先进制程，他封装还要回台湾，你知道吗？回台湾再去，所以现在下一步他们都高度揣测，美国会要求台湾的封装厂、先进封装也到美国去。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权利在手上了啊，你要去吗？你要不要去？我们审一审嘛。当初我们的台积电要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审，我们的投审会本来有权利审它的，利用这个审的过程当中，朝野一致的态度对美国，我们就拥有相当程度的一个筹码了。但我们不敢审。那我们朝野之间的话呢，对政府来说，他又觉得在野党不叫做帮你共同对外，而叫你扯你后腿。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自己不够团结，自己不够敢，实际上呢，完完全全平白丧失了大家都认为台湾最有的底气、最有的筹码。我想我们来看这个刚刚上一段在讲这个7.1党庆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我是不意外了哈，但是我是比较想要知道说，那中国国民党怎么都没有相关的回应哈？郑丽文对中国那么行，跟习近平见完面了。那到底有没有改变台海之间或是跟中国的关系？我想在这边看得出来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哈。中国对台湾的敌意还是相当的深厚。那第二个哈，有一个消息，我想大家都讲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有大国博弈之间哈。不过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消息哈，其实美国出手也蛮狠的哈。在前几天的《华盛顿邮报》有报道出来，习近平海外的资产估计超过10亿的美金。这个习近平会不会痛？会痛，而且抛出来这个讯息是在中国共产党他的党庆之前的讯息，所以他在党庆上面，他当然要相当的强硬啊，他的所有的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常委啊等等，这个都坐在那边啊，一定强调说以党一定要全盘领政，而且要全部要深入党的思想，这个叫做什么？他知道美国在出手了。所以我在这边我一定要站稳脚步，而且我还要我的人跟你卢比欧打个电话，我告诉你，好，你就是不可以给我动，你们的军购案哈，就是最好是不要动，好，给我一个台阶下，至少让我知道说我到美国去的这一个访问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谈？也许我不想去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可是对于美国来讲，他抛出这个讯息，《华盛顿邮报》这个讯息，他显然是有意图的。他要告诉习近平说：“你好，他展嘞，好，我们之前谈的很多事情其实没有进展的，对不对？好，那我再回到刚刚我们在讲这个郑丽文的事情，哈，其实我不认为说中国共产党老共他们对郑丽文也相当的满意，我不认为，因为你看看他先访问了习近平，习近平给他那么高规格结果他到美国去，你先访问了我，你不应该到美国去啊。”你到美国去谈了这些事情，而且美国还把你冷冻起来，好，你的规格又那么的低，对老共来讲，他也不喜欢你了；对美国来讲，他也冷落你了。所以中国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到底赚到了什么？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出访应该要风风光光，他跟习近平的见面应该有实际的成果回来，但是我们看不到啊。休息一下再回来。